蓝忘机垂眸仔细看了看这许久未曾端详过的人，心里一软，缓缓解释道：“不是转世，你只是失了记忆，重头再来。这世间并无转世一说，不然世间为何这么多厉鬼邪神？”魏无羡一怔，他都已经认定这人不会说话，甚至甩他一个法诀让他沉睡过去了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解释了。这解释他接受了，只是小骗子又怎可能只是骗人出来呢？一个合格的小骗子当然是要骗色呀。韩光君这般模样，如何不心动？魏无羡呐，魏无羡，过去这么多年，人人都说你木头，不懂女孩子的心意，现在却对俊朗非凡的韩光君一见钟情。按捺下内心的悸动，魏无羡对他和魏婴本一人的情况接受良好，至于是因相貌产生的一时悸动，还是源于灵魂深处的共鸣，谁知道呢？所以说，韩光君你喜欢我？魏无羡看着一脸愕然的小仙君，心情大好，不由得猜想起蓝忘机现在的想法。按史书的记载来说，小仙君大概从小到大都没被人这样问过吧？刚一见面就被这样对待，小仙君该怎么回答呢？可真是让人期待。心悦你。蓝忘机好笑的看着突然失语的小骗子。怎么说呢？这个问题，无论是1000年前还是现在，更有甚者未来1000年，他的答复皆是如此。蓝忘机心悦魏无羡，一直未曾变过。明明已经接受了自己就是1000年前的魏婴，可是吧，韩光君很不乖，他犯规，所以他也有小脾气了。骗子，你心悦的明明是1000年前的夷陵老祖，干我魏无羡什么事？眼看着小骗子的气性越来越大了，蓝忘机哄道：“非得分这么清？”魏小羡偏过头去，就是一副蓝忘机不好好说到他就不理人了的模样，偏偏那眼珠子转啊转，根本没看向前方，就是在看着身旁的小仙君。忽而撞上了小仙君含笑的目光，魏小羡下意识就理直气壮地看了回去，末了才想起来自己在作甚，又委委屈屈地扭过头去，还故作难过。堂堂仙门名士韩光君，竟然欺负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果真是一代名士呢。蓝忘机心悦这人这么久，怎么看不出这人在等着人哄呢？可是哄人，韩光君还真没真正意义上的哄过人。至于屠戮玄武那次，那是魏婴昏迷过去了，算得上吗？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可好？许久后，听着身边传来这干巴巴的话，魏无羡却像被戳动了那般，轻笑一声，看起来是第一次哄人。那，看在他好看又会哄人的份上，就这样愉快地原谅他吧。下次再这样，我就一天不理你了。不，半天。自认为很是凶巴巴的小奶猫高兴了，退下吧，朕乏了。蓝忘机一脸无辜地看向分外得意的小骗子。小骗子见状高兴坏了，哈，你竟然不知道，果然是个小古板，这是当代年轻人很热门的流行语呢。我教你。经过魏无羡的讲解，蓝忘机大致明白了，只是你1000年前跟我说，这是1000年后表达心意的一种说法。猫猫震经典句屁句，套路单纯可爱的年轻人，蓝忘机，你个老祖宗级别的人物不会觉得羞耻吗？见状，蓝忘机竟罕见地弯了弯唇角，补充道：“我当时便觉得不对劲，但你一口咬定。”小仙君笑了。沉迷美色的受骗年轻人当即选择原谅小仙君挖坑的事迹。当时你还让我对1000年后没恢复记忆的你这样说是有趣。蓝忘机笑得更开怀了，想到1000年前魏婴的话，当时那副看戏的表情，可真是连自己都不放过。你当时哭得太惨烈了，我答应了。魏无羡，所以你不忍心1000年前的魏无羡哭，就忍心现在的魏无羡哭是吗？我哭给你看。我才3岁，哭起来可凶了。还没哭出声来，魏无羡就被揽进了温暖的怀抱，后脑勺被一只宽大温柔的手掌抚住了。小仙君一眼就看出了他心中所想，不忍心，所以抱一下就不哭了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1000年前得到个承诺，1000年后得到一个拥抱，那都是自己呀，血赚。我们怎么在这？我们不是在藏酒是吗？难道我们发酒疯了？不会吧？看着沉睡的众人逐渐清醒，魏无羡只是抬眸看了一眼，
便兴致颇高地翻看起了书案上的，一只手翻看着书案上的书，另一只手仗着旁人看不见新鲜出炉的男朋友，肆意妄为地牵起手来了。这个芍药书签，让我猜猜。魏无羡装模作样地晃了晃脑袋，而后一脸得意地看向蓝忘机，一定是我给的。韩光君怎么看都不会有这般风雅趣事的人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这些东西本就是留给现在的魏婴的，现下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。见状，魏无羡甚是满意，趁着没人看过来，猝不及防就凑上前亲了一下小仙君，末了还晃了晃紧牵着的手，笑得跟只偷了腥的小狐狸似的。韩光君对我还真是事事上心，奖励一下才行。